叶晨已经抱定既来之则安之的信念，顾秋怡让自己怎么配合，自己怎么就怎么配合，其他的就没所谓了。来到舞台上，现场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就绪。身材高大的叶晨穿着刺客装扮走出来的那一刻，一下吸引了不少工作人员的注意。也不知道是因为错觉，还是叶晨身上真的有一种古代侠客的感觉。众人看到他这一身造型的时候，便感觉古代那种大侠的风范一下子便具象化了。这种感觉并不单纯，是因为叶晨身上的装扮被捉的，是他走起路来举手投足之间那种与众不同的感觉。换句话说，叶晨本身就是实力超强的修士，他与那些花拳绣腿的动作演员有着天壤之别。这种感觉只有当大家看到时才会有所体会。为了防止泄密，这首歌在彩排之前，工作人员专门给3人各自准备了一副无线耳机。随后，一位舞台策划走上前来，说到时候顾小姐倒数第2首歌结束之后，我们会放几分钟花絮，届时需要顾小姐抓紧时间下来换衣服。斯维特小姐提前换好衣服，在升降机这里等候。这位伴舞的先生也是一样。叶晨点点头，问顾秋怡，几分钟的时间够换装吗？够。顾秋怡微笑着说，我倒数第2首歌的服装会比较简单，下台之后直接穿上最后1首歌的服装，稍微处理一下细节就可以登台了。这时，耳机里中式古风音乐的前奏响起，现场舞台指导对叶晨说，先生，您可以和顾小姐一起登场了，具体的动作要求我们会通过耳机跟您沟通的。好。叶晨也不墨迹，与手持长剑站在顾秋怡的身后，与她一起登上升降机。随着升降机升至舞台，顾秋怡便与他牵着手，拉着他走向舞台中央。歌词的大意描写的也是2人起初在一起放马南山时的快乐生活。然后叶晨便听耳机里喊，请伴舞上前一步，到 A 点自由发挥。叶晨抬眼看去，头顶一道光打在舞台地面上，呈现出了 ABCD 几个字母。既然让自己去 A 点，那就服从安排。于是他便向前几步，来到 A 点位置，开始将自己改编的剑术施展出来。上次走过场的时候，叶晨只是拿了一点登山杖，3指普通的便装，就已经给所有人上演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剑术表演。今日他完全古装扮相，手中长剑也非常仿真，再使出那飘逸的剑法，搭配一头长发，简直就如同从武侠小说里走出来一般，令人如痴如醉。恰好顾秋怡唱的这一段歌词，便是自己作为刺客的女人，每天陪着他在山间练习剑术，心里那种满足与崇拜的感觉。叶晨在前面自由发挥，他在后面满脸痴迷的柔声唱歌，刚好符合歌里描写的那番意境。这时，叶晨的耳机里又传来舞台指导的提醒，伴舞请注意，马上进入第2部分，请停下动作，看大屏幕。叶晨停下练剑，转头看向身后的大屏幕，那硕大的屏幕正在播放着一段非常逼真的电脑特效。特效中的场景是暴君发动战争，荼毒百姓，所到之处血流成河，尸横遍野。而顾秋怡的歌词也唱到天下大乱，叶晨不愿袖手旁观。叶晨的耳机里又传来提示，伴舞请与女主依依惜别。话音刚落，顾秋怡就走到叶晨身边，一下扑在了他的怀中。叶晨根据提示，将手中的长剑丢在地上，最后用双手捧起顾秋怡的脸庞。此时的顾秋怡还在唱歌，唱的是不愿心爱之人离开自己，想与心爱之人在这山野之中隐居厮守。叶晨指着荧幕上民不聊生的画面，轻轻将顾秋怡推开，随即从地上捡起长剑，身便义无反顾地向后走。顾秋怡从后面追上来，抱住他的腰，歌词还在祈求他能够留下，叶晨却只能把他的手分开，大步向前。随后他根据指引来到大荧幕的近前，此时的画面中已经来到了战场，暴君御驾亲征，眼看着民众被大量斩杀，兴奋无比。这时
一群专业的舞蹈演员登台，为首的是一众敌军将士，暴君则站在将士后面，满脸倨傲。叶晨根据提示要求，一路冲杀上去，一路将敌军将士斩杀。接着，歌曲声音忽然变换，竟是塔瓦纳开始登台献唱。搜首歌的歌词都是在往前推进故事情节，所以没有回头再唱一段这种安排。从塔瓦纳开始唱的时候，歌词就变成了叶晨在拼杀之中的艰辛，所有百姓对他的期待。叶晨与这些舞蹈演员不断上演搏杀的动作剧情，一直到这些人全部被自己斩杀，只剩下惊慌失措的暴君还站在自己的面前。这暴君此时已经没了先前的狂暴与杀气，而代之的是一种肉眼可见的惊慌与恐惧。他跪在地上，向叶晨说着什么，大概意思也就是想许诺无尽的美女和金银珠宝，以此来换取叶晨的手下留情。但叶晨只是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的爱人，都是按照荼毒的百姓。于是他挥起长剑，将暴君斩杀。待他斩杀暴君之后，身后的大荧幕从之前尸横遍野的战场，忽然变成了麦浪层叠、树荫成形、鸟语花香的林间。百姓正在田野间安心的劳作，孩子们在田间地头愉快地奔跑玩耍，甚至还有人孩子放起了燕子模型的风筝。叶晨按照要求，转身从大荧幕前逐渐走向舞台中央。这时，塔瓦纳已经等在这里。按照要求，叶晨需要与塔瓦纳亲切互动。塔瓦纳激动坏了，真是满眼欣喜地扑进叶晨怀中，将他牢牢抱紧。他任凭身前的丰满挤压着叶晨的身体，却一点也没有要放松几分的模样。此刻他心里想的是，反正这段歌词我要表达的就是爱人活着回来，我非常激动，非常开心，那我就把这种开心和激动好好表演出来，抱得越紧就越合理。叶晨此时被他紧紧抱着，多少有些不太适应，不过想到要顾及舞台效果，倒也没有多想。只是塔瓦纳心中遗憾得很，叶晨戴着一面硬质的面具，而且连嘴巴都没露出来，不然趁这机会垫脚亲他一口，岂不就完美了？